世上本无鼻炎，不过是阳气不够了而已，可以重用补阳气的穴位来消除多年鼻炎。有一种东西，西医叫做免疫力，中医叫做阳气，只要你适量运动，没事多晒太阳，饮食清淡，少吃点大鱼大肉，少喝点酒，房事适度，我相信搞定鼻炎不是什么大问题。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身边有一个患者，最开始他就是因为鼻炎问题来找到我外公的。当时我外公给他的建议就是补阳气，提高免疫力，多晒太阳，适度运动。他现在已经养成了每天至少运动1个小时的习惯，无论是慢跑、快走还是晒太阳都算。他之所以能通过补阳气治好鼻炎，其实主要用到了以下几个穴位。局部穴位用到的是风池穴、印堂穴和迎香穴，远端穴位主要就是合谷穴和足三里穴。鼻炎的症状是分寒热的，不同的原因所导致的症状不同，治疗的方法也就不一样。简单的说，就是寒症要热治，热症要寒治。要是搞反了，你用热的药物去治疗热症，用寒凉的药物去治疗寒症，那么鼻炎肯定是治不好的，说不定还会让情况加重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方法主要是针对寒症的鼻炎，比如说流的是清鼻涕、白鼻涕，或者说是舌苔偏白，这种情况比较适合。鼻炎首先要治肺，因为肺开窍于鼻，但仅仅治肺肯定是不够的，因为病根可能并不在肺。这个时候我们通常会从脾胃入手，从五行的角度上来看，脾属土，肺属金，土可以生金，鼻子也会出问题。事实上呀，很多的慢性鼻炎、过敏性鼻炎拖的时间越长，最终都有可能会导致脾胃虚寒。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给脾胃补充阳气，那么就不得不提印堂穴和足三里穴。俗话说长久足三里，胜吃老母鸡，手持一根 1.8 厘米的艾条，艾灸足三里穴30分钟以上时，可以促进脾胃对于食物的消化吸收，促进气血的生成。那么气血其实就是2部分，一部分是血液，另外一部分是阳气。这时候呢，就弥补了阳气不足的情况。在古代，人们缺吃少喝，为了活命，那就只能多艾灸足三里穴，尽可能把自己对于食物的消化吸收，把利用率给提升上去，算是变相的解决了缺少吃的窘境。鼻炎典型症状就是总容易流鼻涕，这是因为我们的脾胃阳气不足，导致运化失常。脾胃是主运化的，既运化食物，它也运化水液，有一部分水液它被没有吸收，最终变成了湿气向上影响到肺，就从鼻子里流出来了。艾灸足三里穴，从脾胃入手，就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。一方面杜绝湿气之源，另一方面它能够把精微物质向上输送到肺，增强肺气。这就是中医常说的培土生金，培土治水，这样鼻涕就被收住了。足三里穴怎么找？当我们屈膝90度的时候，在膝盖骨外侧有一个凹陷，从这个凹陷往下3寸就是足三里穴的所在。早上起床后打喷嚏流鼻涕，其实也变相的说明患者体内是寒凉的，尤其是到了季节更替的时候，就容易发展成鼻炎。通过艾灸印堂穴，这些症状其实都能够得到改善。因为印堂穴它位于2个眉毛的中间，隶属于督脉，督脉掌管人体一身的阳气，艾灸印堂穴可以提升阳气，使体内的寒血被阳气所驱散，寒气少了，鼻炎也就随之好转了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由于印堂穴是在面部，艾灸时要么你自己躺在床上，让家人手持艾条给自己艾灸，这个时候呢，艾烟它会向上走，而自己躺在床上不容易被艾烟所呛到。要么你就躺在床上，把艾灸罐直接绑在穴位上也行，不过也需要躺着。印堂穴在2眉头连线的中点处，这2个穴位是非常重要的。除此之外，还有3个主要穴位，其中迎香穴位于鼻子的2侧。俗话说局部穴位可以治疗局部的病症，因此迎香穴对于鼻孔的不透气、流鼻涕都是非常好用的。这个穴位在我们鼻翼外缘的中点鼻唇沟的地方。而风池穴位于脑后，风池风穴汇聚的池水，这个穴位具有驱风散寒的功效，能够去除体内的风寒之邪，
从而达到治疗鼻炎的目的。比如说，我们受风感冒的时候，受寒感冒时候，就经常会用到风池穴。当我们正坐的时候，先找到耳垂，顺着耳垂画一条横线，这条横线在后头骨下方2条大筋的外缘交汇处就是风池，最后就是合谷穴，在我们手背的虎口处。合谷穴本身它隶属于大肠经，而大肠和肺是表里关系，也就是荣辱与共的关系。艾灸合谷穴疏调大肠，可以影响到肺，肺部受寒容易导致鼻炎减轻了，这就属于是变相的调治方法。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关于鼻炎的调治方法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